Hello， 朋友們，今天带你們去的地方是它離故宮才3000米，離天壇也就500米。你們知道這個距離意味着什麼嗎？但是在北京，這個距離就是完全兩個世界。視頻的開始前，先說一個扎心的事實啊。北京天壇祈年殿為了不被周圍的高樓大廈所淹沒，1987年北京市政府頒布了一個嚴格的政策和明確的規定，就是不允許在天壇周邊建設高樓，嚴格控制建築高度不能超過祈年殿，也就是常說的限高要求。一句話就是天壇周邊的建築不能超過18米，這是最嚴格的要求。還有就是凡是核定的文物保護單位，尤其是天壇、故宮、鼓樓類似這樣的單位，都按照這個文物古蹟的保護要求以及它的格局、安全環境和景觀的需要，劃出保護範圍和控制建設地带。今天來的地方就是天壇周邊在苦口掙扎的老居民区，住的不光憋屈還委屈。這塊區域屬於保護條例裡的2類地帶，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3.3米。所以以前在老崇文區和老宣武區有大片大片的大雜院，有的區域最後連名字都沒了。虽然守着天壇中軸線，最後結果呢就成了大家每天都說的贫民區。所以在天壇周圍不能做商業開發，不能蓋過高的大樓，導致現在沒有任何商業開發的價值，也不能做任何商業項目，幾乎喪失了這2個城區所有的城市發展機會。再後來搞國家建設，北京市進行了大量的拆遷改造、城市升級，所以呢，帶動了整個北京城区的蓬勃發展。但是崇文區、宣武區因為沒有合適的場所，就什麼都沒趕上。所以同樣是處在市中心，2個城區現在有非常大量的大雜院、筒子樓、簡易樓，還有各種破舊的房子。不是不吃了吗？你不是你罢工了吗？哎，今儿天儿挺好，吃完了劳动劳动。啊，拿这罐儿干嘛？煮着啊，等我。你从那边护秧啊？拿一罐儿，兜一圈儿，再拿个条子兜一圈儿，你这混饭吃了你。现在人就不能赖着，这多凉我的！趴下了。别老屋待着，跟外头过过风嘛。今儿多好啊，拿活去，在这儿多好、啊。没活。我告訴你，你说我們蘭香在這兒都掃得倍兒乾淨。這一天起來得了，大伙兒走了。早起是新的開始，這還沒拖走了，你這。應該活動。有的人怕累着，有的人是鍛鍊身體，鍛鍊身體那是就是勤快。應該您早，因為您老坐着。為什麼老人來香早啊？為什麼你們不早啊？一邊走我剛93了，跟着還在早呢。就你這2根毛，您這3根毛。我這2根毛比您這毛多。你這2根毛比我多一半兒，多一半我得摟。一过就抖闷子。今儿个天儿晴，我刚出来，我知道你闲连不住5分鐘都沒有。我這知道您閒不住。涼快涼快，別老擱屋待着。有真悶呢，還就得擱屋待着。得了，外頭過過風，天然風多幸福啊！幸福着吧？就是活到100年，找不自的，幸福着吧？活100年，不如活100年，活一天賺一天，100年。說實在的，這就夠幸福的了。人不知多少死，車不知多少翻，無所謂，活一天樂呵一天，走了就走了。人家這鞋吧穿的怎麼樣？人家看，
现在走啊，这人呢就是淡薄。弄好了，什么呀？歪七扭八的，也就我叨唠，这儿乐一的，般人不叨唠，也就我爱叨唠。该干嘛干嘛的，拿活的，拿活的。回家喝水，喝完水了。18到现在90，你说多少年了？52年就往这儿搬在这儿，52年，你说多少年了？这房子就是蔡礼寺，他有人命案，解放以后给他个地主给他收了，给他枪毙了，这都是国家的收的房子。这是跟你这儿说，52年也住他的房子，在这蔡礼，在这个四合院，这房子怎么样？国家收了，这是国家的房子，你算这多少年了？52年，这是翻盖的，跟这儿住，这原先是棺材铺，蔡礼寺的棺材铺。枪毙，他有人命案，解放以後槍斃了，給這房子收了。這是早已是做買賣賣棺材，這個給他個這麼一情況，多少年了？老人全去世了。52年。這是多少年了？好10年了。老人已經80多歲了，他從18歲開始就在這裡生活，他這一輩子對於一個人來說是非常漫長的一段歲月。他年輕的時候，北京還不是今天的這個樣子，這裡沒有這麼多的高樓，生活條件也遠遠沒有今天方便。他經歷過困難的時代，也經歷過城市一步步改變的過程。從年輕到年老，都發生在這片普通的院子裡，活得更加的通透。他們適應了這裡，也習慣了這裡。現在外頭高樓大廈門兒住。別着急，擴展城市，這咱們知道，這咱們聊天說這個，你胳膊擰不過大腿，老百姓您怎麼包了怎麼是，就注意身體，甭管多大歲數，省得別受罪。跟哪兒人家能過，咱們也能過，你說是不是？現在心靈什麼也甭打聽，明鏡似的。外頭幾黃，這不都寫着了嗎？南哪兒，東哪兒，北哪兒？你看看你選的哪兒？誰不知道？那樓房你得住。建設的大樓房沒人住，一走不嘟囑，順其自然，愛怎麼着怎麼着。我住房我住買不起，夠生活沒問題，買房買不起。現在就是這麼回事兒，甭打聽甭問，這是猴拿獅子明擺着了。國家有國家的規劃，你老百姓怎麼撥了怎麼是不是這道理？這不就是房子的事兒嗎？這怎麼回事兒？哥兒幾個湊在一塊都是。這一個解釋，這不就是趕着明鏡似的，是不是？
你老百姓怎麼也拧不过政策，国家有国家的規劃，這該怎麼老百姓這麼解放這幾十年了，這點人明鏡兒似的，那會兒什麼情況？現在什麼情況？現在甭管那老小都有生活費，這你好的也有，不利你個人的多少也達不到目的。你現在這人呢，你想開了，沒有毛病，有毛病受罪，國家也省了，是不是這道理？大概講一下這裡的歷史。這裡位於崇文門外大街東側，這片區域叫東大地街，是因為此地空曠而得名。到了明末，發生了大量的變革，這裡又成了一片空地。再後來，居民不断增加，也就形成了街巷。到了1965年，就改為東大地街。清末的时候，这里很多地方都是荒草野地，只有幾個大糞場子。民國時，北平電車有限公司在此地東南建了一個電車維修廠，這片區域就屬於北平電車公司南廠停車場。在北平剛解放的時候，也就1949年的4月，曾發生一起特大縱火案，損失非常慘重。後來這片平房區慢慢的規範起來，也就形成了現在的平房區，視頻裡看到的這片區域。这片区域的主街，也就是東大地街兩側非常的寬敞，兩側的房屋現在的質量也不是很好，然後小街巷的道路狹窄，房屋也非常破舊。這裡面很多的房子都快成了危房，住在這樣的房子裡，有的居民還不願意搬走，都覺得住在城裡看病、上學方便。雖然住得簡陋，但居民還是滿懷希望等着拆遷，改變今後的生活質量。不過，对於長期生活在這裡的人來說，這裡並不是外人眼中的一片老房子，而是他們的家。每天早晨，居民打開院門買菜、聊天，在門口喝茶。幾十年的鄰里關係，讓這裡依然保持着一種熟悉的人情味兒。這種生活方式在今天和以後會越來越少見，但這裡的人依然在熟悉的街道裡生活。咱們先從這個院門進去看看，這個門已經很老了，門框和牆體有不少破損，看得出來已經很多年沒修過。走進去之後，裡面就是一條很窄的小胡同，兩邊都是平房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這裡的房子基本都比較老舊，有些牆皮已經脫落，有些地方後來又重新砌過磚、包過牆，一眼就能看出來是不是一次建成的，很多都是後來慢慢改出來的。這些小胡同裡也擺滿了各種生活用品，花盆、雜物、電動車、自行車，反正是能放的東西幾乎都擺滿了。繼續往裡走，空間越來越狹小，兩邊的房子也特別近，很多地方一抬頭就是各種電線、電纜。這裡雖然環境比較老，但是一直有人生活，衣服晾在外面，院子裡也有人活動，能感覺到這裡依然保持着最普通的生活狀態。
这事儿我等给你处理好。把这弄好了，3月份女人也好做嘛，3月3日3月3，这有点跟不了说。继续往里走，这条胡同就更窄了。你们看这个房子，基本上都是已经破损，而且很多地方还有后来修补过的痕迹。胡同也特別長，彎彎繞繞的擺放了很多，兩邊堆放了很多人用品，兩邊堆放了很多雜物。這片區域從地理位置看，它距離故宮和天壇這樣的地方距離非常的近。但如果只是看畫面，很多人可能很難想象，這樣的生活環境居然還存在於北京的市中心區域。跟着我的鏡頭往裡看，這裡的房子很多都是至少也有幾十年的歷史。除了這條主街以外，其他的道路基本上都非常的狹窄。這裡的房屋院落已經嚴重老化，他們居住的房屋面積也非常有限，電線管道、公共空間也留下了明顯的老化。當然，這裡的情況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一樣。有些院子維護得非常好，生活也比較整潔，但也有一些地方因為房屋老舊，空間有限，居住體驗並不理想。這裡就是老城區普通人真實的一面。繼續往裡走，再往裡走，你會發現這裡的居民會利用門口這一點點的地方，會種點菜，養點花。再往裡走，還能看見居民自己搭建的一些廚房和棚子。很多做飯、洗衣這些生活的功能都在這個院子，都在這個臨時搭建的院子裡邊完成。這裡住的人也非常多，但是每家的面積其實都不大，很多房子和窗戶都已經用了很多年，非常舊。這些房子每一戶都緊緊的挨着，幾乎是鄰居之間幾乎是一牆之隔。從小胡同出來之後，回到主街，這裡路邊的樹齡都非常大。應該很多年了，整個院子幾乎被樹蔭給遮住了，樹下的院子基本上都被樹給遮住了。這裡老院門牌還保留着以前的樣子，這就是這個平房區真實的樣子，居民的生活環境和他們的狀態，他們一輩子生活的地方。好的，今天視頻就到這裡，謝謝大家觀看，拜拜。